小便次數一直變多，顏色淡白，一遇到冷就更想尿。問題其實不在膀胱，不是憋不住，而是剛尿完沒多久又開始想尿。這條視頻我會直接進入實操，把穴位艾灸還有中藥方劑的調理一次整理給你。像食物裡的水是進入血液，我們喝進去的水是通過脾胃分配到大腸，小腸會將大腸裡的水分和殘渣分開，然後水分會氣化進入三焦系統，在身體內部循環。腎臟和膀胱是屬於表裡關係，它們裡面處理的也是氣化過的水，其動力來源也是小腸，所以我們就將腎臟、膀胱、小腸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調理。那只能說個別的臟腑的功能強弱它是有差異的，這個只是影響我們後面調節的側重點會不一樣。在辨證上再多補充幾個伴隨的症狀，比如說小腸熱力不足的人，小腸蠕動慢，脂肪就會在腹部堆積，形成小肚子，殘渣沒有和水液分開完全，大便就會不成形或者帶水。腎臟太多的水分代謝到了下方去，然後上方的話就可能有口乾的情況，下半身可能存在水腫像特別是膝蓋、腳踝這些關節的地方會最先表現出來。每個人的身體情況來講，不是一定會出現的。然後有可能會感覺到身體比較沉重，自己多仔細體會能感覺得出來。那不懂的再私下溝通。下面就直接進入實操，因為針對這種情況來講的話，艾灸的效果是大於針刺的，我們只演示艾灸的方式。然後同樣也就是前提就是針對尿比較清、比較白，然後身體怕冷、小便次數多的人。如果是尿黃、尿刺痛、身體有熱的人是不適合的。我們先看背面，背面是用这個命門，還有這個旁開兩個手指的腎俞，這兩個穴位一起來用，在上面做隔薑灸。然後之所以做後面的先做的話，是因為你自己做不了嘛，你就必須要讓別人幫你做。那先把它做了，就可以讓別人去做其他的事情，不妨礙他做自己的事情嘛。像你在做這個後面的時候，可以這三個一起做，然後下面的話還有這個小腸俞，還有膀胱俞，你想做呢可以一起做，因為這個小腸俞和膀胱俞的話，它和腎俞都是在膀胱經上面，又隔得比較近，所以選擇其中一個來做其實也可以。如果你想加強的話，你說反正一個面多做一個也沒有關係，那也可以選擇下面的這兩個穴位一起來做都是可行的啊。然後我們再來看正面，正面的話是做這個關元，還有這個中極。關元是小腸的募穴，中極是膀胱的募穴，這兩個穴位一起來做。同樣放薑片做隔薑灸，前面的話就可以自己做，躺着做就可以了，就照這個姿勢自己都可以做得到，就不需要別人幫忙。然後再來看腳上，腳上的話這裡有照海有這個太溪，還有太溪上面還有這個復溜，這都是腎經上面的穴位。然後這個腳踝尖上面3寸，它是三陰交，是腎經、脾經、肝經它們相互交匯的地方。
然後你在做的時候可以找一下，用手啊或者用按摩的壓一下，看附近有沒有壓痛點。如果你在這些地方去按壓，感覺到有壓痛點，是裡面痛，那你就可以更加證明是這方面有問題，然後可以直接在這些地方去做艾灸。那我這裡只是演示三陰交和這個照海，因為照海、太溪、復溜它是一條經上面的，我們任選其中一個，然後配合三陰交來做也是可以的。然後這些穴位的話，都是做隔薑灸的話，做15分鐘左右就可以。在做完的时候，你要把那個提前準備的水杯啊，有水，你感覺到有點燙了，要把它放到水杯裡面去，把它熄滅。然後熄滅了，然後你再換下一個嘛。成本就算一下成本給大家，就像這個上面的穴位这些，你就是全部都用。不管是用針還是用這個艾絨，你像用這個不鏽鋼的針，它100支是17塊錢人民幣，然後你10個加起來也不到2塊錢人民幣，你再加上生薑這個薑片，最多頂天到3塊錢人民幣了。艾絨也是差不多的一個成本，所以人人都是可以承擔的。不會給家庭添加負擔，那做得好的話，這些方式就已經是足夠了。那你還想說我要加強一下，那就可以配合中藥湯劑來做。下面給一個基本的方子，需要結合自己體質的強弱、身體的狀況、症狀來進行加減劑量，不是通通都可以用的啊。然後裡面商標效是固攝效果比較好，然後特別是部分早洩的人必須要用得到，但是它貴，像大藥廠要1000多人民幣1斤，就自己看情況，不一定非要加。裡面這些藥材要講的一個就是桂枝是用這個細的桂枝尖。這個菌薑是用那種，你看這種可以掰開的，裡面是黑色的這種薑，然後你也可以用乾薑，但是乾薑不是把生薑曬乾的那種，是那種母薑，比較乾癟的那種，要不然的話就很容易上火，甚至會導致心跳加快。還有這個生地黃是曬乾的地黃，然後它的顏色是黃色的，不是黑色的，黑色的是烘乾的我這裡不用。如果做完一段時間，腰部啊、腹部啊感覺沒那麼寒了，變得有點暖，然後腰也挺起來了，感覺實了，不酸了，小便的次數就少了一些，那這些就是開始變好的徵兆。但是在調理的過程中可能會有反復，就是它有一個排病的反應，調節的時間可能會有1個禮拜，可能會加重，也可能不會，因為每個人身體又不一樣這個是注意一下。你只要感覺到說我這個排病的反應沒有做了之後感覺到身體發軟，那就不會有問題就可以慢慢的繼續堅持，慢慢的改善以上就是這些就能用得到的人，能相信的就可以拿去用或者說做一個參考，用不到的你就看一下，看看就完了